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教主 C Will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来更新一下个人的野战天赋。那最近因为家里比较忙，事情比较多，所以就没有时间来正儿八经的写文案，做那种比较正规的视频。这一期就以这种杂谈的方式来讲这个天赋，然后如果有什么遗漏的，会在评论区做补充吧。那首先讲一下大环境。大环境的话，主要是最近有个天赋改动嘛。那这个东西其实无关痛痒，对于现有的野战体系是几乎没有影响的。就任何觉得这个天赋改动能对野战体系有影响，或者说哪些武将能返场的所谓的主播啊，其实都是在博眼球的，都是什么都不懂的人。那真正影响野战的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人数，好吧？人数是第一点。那人数如果相同或者差不多的情况下呢，其次是操作，对吧？你是拉扯还是站桩？然后再其次是什么？是武将，就是你是用主流武将还是用那些垃圾武将？那再其次是装备和军器，就是你的属性。那最后才是天赋的影响，因为天赋其实就正常人能点的天赋，它差距不会太大的，对吧？你该点的东西点了，这武将就差不多这样，不可能说一个天赋的影响能对于你武将整体表现有多大的影响，这不可能的。好吧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从骑兵开始吧。骑兵其实要注意的点是最多的，比方说 AK 的天赋、野战天赋这样点。那很多人会好奇这东西到底要不要点？那直接给结论吧，垃圾技能。这个天赋是全游戏最被高估的大天赋，没有之一，全游戏最被高估的。首先第一点，它10%的概率触发是在同回合，就是你连击释放之后，有10%的概率在同回合里面再放一次小连击。这东西首先它是不吃蝴蝶的，就蝴蝶第二行那个特效它是不吃的，因为蝴蝶是跟普攻相关，这个东西是你连击之后10%的概率触发，跟你普不普攻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蝴蝶是不吃的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 ，CD 10秒，CD 10秒就很垃圾了。或者我反过来这样问你，如果把这个技能你 CD 10秒去掉，你觉得厉不厉害？或者说你把概率去掉，就是说连击之后必定放一个小连击，但 CD 有10秒，你觉得厉不厉害？那这样都不厉害的话，两个放在一起，我又有概率又有10秒，是不是垃圾到极点？那另外附上实测的数据，我们测过那个大卫赫科托尔的驻防单挑组合，战撸90秒，就是跟集结对 A 90秒，但它这个万水千山只能触发两次啊。那你要注意的是，它这个连击频次，就是说一轮技能里面它能放多少个连击，这很关键。那大卫和科托尔差不多是6次左右，就是大卫的这个有个2次，然后摸奖有一个1次，然后在赫克多尔那边的话，大招是2次，然后还有个摸奖1次，所以差不多一轮技能有个6次连击左右。那一轮6次左右的连击频次，打90秒只能触发2次的万水千山，所以这个厉不厉害你自己心里有数。那什么时候这个技能有用呢？这个技能唯一有用的点就是你一个组合连击频次足够要高。那如果放到野战里面的话，亚瑟 AK 啊，仅限亚瑟 AK 的组合，亚瑟 AK 频次够高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是3目标 AOE 对吧？6次连击加上 AK 5目标已经10次连击，就16次连击，加上亚瑟一个觉醒机摸奖，至少再多1次，那就是有个17、8次，至少一轮有个17、8次的连击，连击频次上去了，那你可以点这个，因为它有概率会触发，对吧？那除了亚瑟 AK， 其他任何连击组合都不推荐去点这个垃圾技能，这技能极度垃圾，最被高估的技能。所以剩下的点你可以这样点，这样点的话，其实日落也就这样点了，因为它低于50%多个免伤嘛，你日落就可以用它当就放前排，然后点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有多厉害，只是说至少比这个强，对吧？它那个覆盖率大概是1/4到1/3的时间覆盖吧，就减对面防御，差不多常驻减对面大概3点防御吧，这个概念。那可能有人会问说，如果 AK 我5目标 AOE 打5个目标，能不能都触发呢？这个我暂且不知道，毕竟概率太低了，你要测试也需要大量样本跑出来，对吧？但就光概率而言，我拿概率而言啊，你打一个目标2次连击，万水千山触发的概率是19%，好吧，就有81%的概率，有81%的概率不触发万水千山。那如果你想打 AK 的大枪打5个目标，
并且触发5次万水千山的话，基本上是0.19的5次方，0.19的5次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不要说0.19 5次方，你打3个目标，好吧？你触发3次万水千山，0.19的3次方，你计算机按一下，大概什么概念？大概是和你开军器箱子直接开出来4字差不多的概率，0.6%啊，0.6%左右。所以这个技能就不要再洗了，就是垃圾技能，好吧？没什么好多说的。然后亚瑟的话，亚瑟刚刚说了，除非你配亚瑟 AK， 你可以这样点，不然的话跟 AK 一样的，也用这套点。这套点就万能点，就是连击万能点，可以打日落，可以打野战，什么都可以，就这一套点不用改。然后技能系的话没有改动吧，技能系依旧这个野性唤醒，然后上面点这个这个东西啊，这东西说一下，普攻怒气，现在这个环境所有能点的角色都要点，因为不像以前说图拉真、威廉双火怒体系什么不缺怒气了，现在因为有重击武将的存在，有大量减怒气的机制，你怒气抠不出来了，基本上是能点就必须要点，能点必须要点这个。然后贞德，那可以说一下这个辅助天赋的改动吧。可以这样点，大部分人觉得这个辅助天赋好像被抬起来了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紧急防护。紧急防护它这个其实放在现在环境确实很强，因为基本人手一个秦始皇嘛，然后秦始皇每回合都有击伤，然后你就是每回合都有50%的概率去触发这个紧急防护，那基本上是个常驻状态，就常驻就是辅助主将基本上常驻15%的，就是3系这个免伤，基本是常驻的。但是这个为什么说辅助天赋还是上不了台面呢？因为你仔细想想，辅助天赋都什么武将？那贞德一个，骑兵贞德对吧？步兵是什么？西皮，然后工兵是什么？海尔曼。这些武将其实都已经不算在第一梯队了，对吧？都濒临淘汰了。海尔曼先不谈，就西皮跟贞德，你正经人根本不可能拿出来当主将了，就除非说你是3部或者3骑才有机会，对吧？就这种情况你就不可能说，因为我一个天赋就强了一点，我把它拿回来重新用啊，你在搞笑吧？那其实辅助天赋真正的短板是启动慢和没有伤害。那即便他这次天赋改动说加强了坦度，但是并没有补足他缺伤害的短板。就是我肉归肉，但是我依旧没有伤害，那我为什么要用它呢？另外就是说，现在制霸的野战组合基本上都是各自体系用各自体系的天赋，对吧？你连击武将连击天赋，重击武将重击天赋，技能系技能天赋，就很简单。辅助天赋本来就是个半吊子，你说它是辅助，它其实也没有辅助到什么毛线，对吧？它毫无功能性，说什么辅助呢？所以天赋还是那句话啊，天赋的改动不至于说影响野战体系，该用谁还是用谁，这就跟博物馆加强一个概念，你用什么武将就还是用什么武将，不会因为这样丁点的提升就换一套东西，不可能的。然后骑兵的话还有谁啊？这个讲了，这个集结天赋，集结的话，任何集结武将，这个必点，集结武将这个必点，这个就这样点，这个也必点，这个长线几乎常驻。还有谁？阿提拉一样的啊？不对，不一样，它这个是进攻，就如果你是集结的话，这样点。驻防的话，我想想看，驻防可以怎么点？驻防可以这样点。对，驻防因为这边几个都没用，驻防可以这样点，就阿提拉大卫的驻防，然后阿提拉苏布台集结就这样点。这个东西没办法，这个东西也是那个天赋改动里面的嘛，就本来很赚，现在没那么赚了，但是还是正向提升的，不得不点。那骑兵好像就这样了吧？步兵孙武这个打日落的，你也可以这样点，就基本上，孙武跟白起就是这套或者这套的取舍，就是看你3点是点这个还是点这个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常规野战啊，这个东西要50秒才能拿满10%，那放在这个现在这个代打横行的时代，50秒基本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奢侈品，所以你还不如就是说直接拿伤害提升，虽然被打的会更痛一点，但无所谓，因为孙武够肉，
好吧？孙武够肉，孙武够肉就有资本点这个技能，就这样。那这个大天赋才是真正的大天赋啊！这个跟联机那个比才是天壤之别，就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很牛逼的适合他自己体系的大天赋，因为它是每一段重击伤害都有概率提升。就说，比方说我白起5个打5目标 AOE 嘛，我5下重击每一个都有概率受到提升。然后如果你是双 AOE 的话，就等于10段伤害都有提升。所以这个技能才是真正的大天赋，骑兵那个万水千山是纯垃圾。其他的话也没什么好多说的，移速对吧？步兵最缺移速，移速就这样点，这边有移速，就这些移速全点满。然后这个技能，这个大军压阵啊，垃圾技能，放野战垃圾技能，它要被普攻才有概率触发。你野战被普攻意味着被集火，就是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点这个的可能只有就是说你用步兵做日落前排才有可能点，野战是完全不用点，浪费的，纯浪费。然后这边几个就该点的点到，这个生命很赚，然后这个加普攻也加重击提升，这个必点。重击武将就重击步兵基本上就这样这2套点，随便你怎么点都可以。白起一样的，白起其实更脆一点，白起比孙武更脆一点。如果你怕死的话，你就点这个；你不怕死就点这个。然后刘彻的话，我这样点，因为刘彻做主将的话，基本上也是3步玩家了现在，然后移速应该也不会太缺吧，所以舍弃这个，然后还是点这个。就刘彻如果这个跟这个2选1的话，依旧选这个，因为毕竟这个是受到所有伤害嘛，就你死得更快，但这个只是说你造成伤害更低一点，但不影响你的生存。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之前那个点法了，就没变化，就天赋改了，我也依旧这样点。刘彻这样点，然后朗纳尔的话，朗纳尔这个是打日落的，正常野战就这样点，一样的不点这个废物技能。但朗纳尔现在能用的人也是3步玩家。西皮我还没点，西皮你可把4点搬到这边来，对，你把这4点搬到这边来。西皮用主将的话，也不是很多人用吧。其他还有啥？还有华莱士做主将应该也没有。那步兵差不多也这样。那工兵啊，工兵基本上就看你缺不缺移速了。其实移速，我算上移速的话，就有一套移速，有一套没移速的，自己选。我用的是这一套点。我秦始皇从来不用移速的，就这样，伤害拉满。这个一样的，这个也是受那个改动影响，但无所谓。为什么？因为秦始皇够肉，对吧？你够肉的东西就不用怕这种被打，一样点。这个点满，这个点满，这个点满，然后点这个，无所谓。然后如果你真的缺移速，你就把这个6移速点出来，然后剩下这样点。那诸葛亮这个移速点，如果不移速点就这样点，移速点的话这样点，移速点这样点啊。然后海尔曼可以这样点，也可以这样点，缺不缺移速吧？看见。那默认缺移速这样点，因为工兵一般人2双5绝血有点奢侈，你可以这样点。但讲道理，海尔曼做主将的人也不多，3攻都不用海尔曼做主将的。剩下集结点不就这个一样的，黄色战壕必点，然后这个必点，这个基本常驻，这集结天赋。其他武将好像没啥了。哦，还有工程车，工程车也受这个影响，但无所谓，一样的，没改过，就之前这样点，现在还这样点，无所谓。天赋的影响真的很小。行吧，那这一期视频就讲这个天赋，讲到这边。然后武将方面的话，以后有空再说吧。以后有空再聊，或者说你觉得这种杂谈的形式你可以接受的话，也可以来聊聊武将吧，在评论区留言吧，朋友们。好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拜拜。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